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一笑随歌开播即爆，李沁陈哲远演活了恨出来的爱情。2025年10月2日中午12点，一笑随歌在爱奇艺上线，不到6小时，站内热度突破6000，强势杀入全网剧集热度榜前3。开播当日更登上平台飙升榜首，2小时热度直冲4900。评论区清一色的真香反馈，连资深古偶观众都感叹，终于不是披着战甲谈恋爱了。这一箭射中的不仅是剧中的凤随哥，更是观众对古偶剧疲软现状的反思。红衣女将的反娇妻革命。平陵战场上，李沁饰演的傅一笑红衣挽弓，一箭命中凤随哥肩胛，战场胜负瞬间逆转。但剧情并未走向英雄凯旋的俗套，傅一笑随即被自己人暗算坠崖，失忆且左臂伤残，而重伤的凤随哥竟在追杀中与他重逢。温泉疗伤戏里，傅一笑从对方躲闪的眼神中嗅出危险。刑房里，凤随哥的47鞭与傅一笑反杀的94鞭，让檀木惊呼这是生死局对手盘。没有慢镜头煽情，只有血溅战袍的肃杀，恨意成为爱情最锋利的开刃器。双强博弈，从肌肉记忆到情感破防，李沁的表演彻底摆脱小白花框架。失忆后的傅一笑卧卑姿态，行走步伐仍带着射手的肌肉记忆，即使扮作医女也藏不住锋芒。陈哲远则撕掉面瘫标签，审问时眼底的狠厉，发现女主受伤时的微钝，深夜独坐的疲惫，层层揭开冷血皇子内心的撕扯。导演朱瑞斌香蜜沉沉烬如霜，导演擅长的高能名场面在此爆发。冰湖推人戏中，傅一笑泪坠寒江，凤随哥挣扎求生，爱恨在刀光中淬炼成信任。权谋未谷，拒绝恋爱脑的生存逻辑。剧集将两国暗战、皇子夺嫡作为推动力，而非背景板。装相勾结镇南王的阴谋，下境时假借和亲设局，迫使男女主从互相利用到携手破局。傅一笑以身为饵引蛇出洞，凤随哥借势清查内鬼，每一步都踩在权谋逻辑上。没有因颜值原谅敌人的桥段，他们的信任是47鞭与94鞭打出来的，是烈火中并肩救下孩童时攒下的。制作细节，红衣战袍与电影级镜头。李沁的红衣铠甲风起时如烈焰翻涌，竟历时似寒梅傲雪。雪地策马，箭矢破空的镜头拥有电影质感，战争场面的宏大调度与服化道的考究如玄熏婚服、五谷聘礼等周汉礼制细节强化了历史厚重感。而鞍前马后、任凭驱使的契约、咬痕还击的睚眦必报，让人物在华丽视觉中落地生根。古偶市场的破局信号。2025年锦月如歌与晋长安等女将军题材接连翻车，前者豆瓣5.5分，后者仅4.8分，被诟病女将军娇妻化。一笑随歌却以双强模式破局，女性用户占比高达72%，开播前预约量暴涨30万。它证明观众要的并非工业糖精，而是如傅一笑般瘦而不弱的血肉灵魂，是凤随哥般狠中脏软的复杂人性。恨意淬炼的爱情能否经得起权谋焚烧？当傅一笑恢复记忆，面对曾射杀的敌人与心动的情人，他弓弦上的箭该指向家国还是私情？凤随哥的复仇之火与悄然滋长的守护欲，究竟哪一方会灼伤自己？这场从恨意里生根的爱，或许正在追问极致对立中淡情的信任，是否比一见钟情更不易崩塌。2. 李沁演技颠覆认知，一笑随歌成楚乔传新标杆。你的国庆档剧荒是不是也有点尴尬？话说今年国庆黄金周第2天，李沁和陈哲远这对耐模型选手带着一笑随歌高调上线，
就冲女主傅仪笑那身红衣和城墙上的一剑，谁敢说不热血沸腾？感叹号！数据太直接，开播6集，豆瓣短评几乎被李沁、沈勇霸屏，这气场，隔着屏幕都能让人魂飞魄散。但这年头女将军题材剧从周也到宋轶，掐架圈翻车的不少。到底这位新晋女将军能否杀出重围？咱今天就给这台劲爆涮锅好好扒扒皮，说不定你我的审美就彻底被刷新了。刚看到傅仪笑一身红给城墙上一站，那场面活像东北雪天大棉袄，红得发紫，气场2.8米。两国开战，战火纷飞，不是谈恋爱，不是化妆品广告，是真刀真枪的干。他抬手就是一剑，凤随哥连抓剑都差点没抓住，直接来个名场面心脏刺穿，让人直呼服了服了。这哪是以前那些只会涂脂抹粉演打戏的女将军，这是真拍出了带劲的爽感，观众终于不是软趴趴女主了。但问题也有，不少人质疑前面连着几部女将军剧都没爆，这次能成吗？悬念刚抛出，傅仪笑下一秒就被追杀，鲜血混着红衣，直接让你头皮发麻。英雄光环背后是陷阱还是阴谋？槽点满天飞，观众的胃口彻底吊起来了。仔细一扒一笑随哥这剧情，绝对是洋葱皮一层层往外接，锦绣国和肃杀国打得你死我活，女主立功却没奖赏，反而被追杀，像极了生活里那些拼死加班还被穿小鞋的打工人。傅仪笑一身伤，坠崖失忆，惨得让人心疼。不仅脑袋磕懵了，关键胸口还被熟人5步射穿，啥意思？背后黑手跟国仇家恨全挂钩。凤随哥也是惨，差点死马下，还带着旋转箭头的心口疼，外加一路追杀，想活必须找药泉。说好的国仇家恨，这两人直接在泡药浴时碰头。傅仪笑一看凤随哥那惊恐脸，心里拔凉拔凉，这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吗？但凤随哥不管这些，硬是把人带走，上来没2句话就是47鞭加水刑，这画风简直东北大雪天里蘸辣酱打板得很。这段敌对关系里，傅仪笑没怂，被打完还不忘以牙还牙，直接挟持凤随哥，回敬47鞭加牙印1枚，可谓君子报仇10秒不晚。这局势攻防斗狠，全程高能。观众最爱看的就是这种互相掐脖子还要装恩爱的带劲 CP， 真实又有戏。你以为折腾完就是2人雨露均沾？笑话！表面看出来事态平息，冤家变队友，实际上2人互相算计，一点都不轻松。凤随哥当场提出合作，谁要杀你？为啥杀你？问题一箩筐，傅仪笑偏偏失忆，啥都答不上来，整一个搅局专家。观众甚至开始站队，左边一派喊虐死了，右边一群说傅仪笑太硬气，弹幕炸成了锅。更有反方声音，女主就不能柔一点？老是打得刀光剑影，看着有点吓人。还有人质疑这剧是不是把感情线玩成互黑大会，一边伤口撒盐一边装腻歪，这般现代化夫妻相杀模式，部分粉丝留言吃不下糖也损失了1颗牙。很快，叙事再次收缩，个人的命运暗流涌动，看着是雨过天晴，实则全是雷阵雨前的竞技。而这时候，观众开始琢磨，为什么立功的女主会遭暗杀？锦绣国到底有多少层阴谋？剧情收紧，铺垫了一系列国仇家恨、人性不义，老百姓的反应也接地气。这女主杀伐果断，看着特带劲，比隔壁那些跳芭蕾还要打仗的女将军强太多。但只有6集播出，大家开始慌了，这后头还能更刺激吗？一查查追剧人彻夜点灯是苦苦等更，体验虐中有甜，爽里埋雷。说到转折，这剧的反转比重庆立交还难拐，表面复仇，骨子里暗藏着一条大鱼。锦绣国明明胜了，
却连夜派使臣去敌国议和，还要搞和亲。镇南王夏敬时被皇帝赐婚，让敌国公主嫁自己家，这算盘打得比东北妞树零花钱还仔细。这可不是人情世故，是国家级权谋。细阳公主是凤随哥亲妹，这逻辑一转，凤随哥心头直接被剜肉。他能镇得住兄弟，却架不住妹子给夏敬时送人头。场外老谋深算的庄襄也成了搅局一把手，一心扶自己的外孙二皇子登基。此时夏敬时又大概率是锦绣国的最大黑马，不仅对付一笑痛下杀手，还是一系列风波的幕后大佬，阴影堆得比东北冬天雪堆还厚。剧情进一步点燃，锦绣三杰宁妃、萧蔚然、傅一笑早晚的拔刀相向，谁才是最后的赢家？傅一笑痛苦失忆，脑子里藏着天下大秘密，他到底失忆前知晓了哪些惊天内幕？全剧最炸的问号，他还能不能拿回属于自己的记忆？慕容耀这个看似单纯的角色，也逐步暴露出不同寻常的野心。男女主从纯恨到信任和爱，每一步都走在刀尖之上。这边打斗观感更是激爽，傅一笑伤还没好，又独自杀掉死士救孩子，凤随哥出场救场，死士全挂城墙上示警，这气势简直王炸。观众弹幕齐飞，这才叫女主气场。李沁不装柔弱，不装女菩萨，纯干活，全程霸气到家。加上陈哲远那种杀神人设，杀伐决断，计谋天花板，这配合让人欲罢不能。男强女强，一搭一拆，火花星星点点，关键时刻还装恩爱躲追杀，彻底刷新古偶混搭的上限。朱瑞斌导演本次也算人类高质量滤镜，不再磨皮，只给画面，剧情节奏收紧。李沁这版女将军终于让内娱看到了什么叫中气十足。一通激战后，看似风平浪静，实则危机四伏。傅一笑与凤随哥刚刚联合，背后黑手却一点没闲着。锦绣派使臣之际，暗流万丈，夏敬时和庄襄一明一暗，步步为营。傅一笑和凤随哥刚有点信任，又被过去的恩怨绊住脚。傅一笑毕竟经历了背叛，被自己人痛下杀手，内心那茬苦瓜压根没下咽。实际和解难如登天，全剧各种意外障碍持续发生，傅一笑伤未痊愈，就得强行上场，凤随哥必须力挽狂澜，还不能暴露自己的真正想法。两国关系越发诡谲，议和变成心机比拼，公主外嫁也许只是遮羞布，权力漩涡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分歧加深。尤其是傅一笑和凤随哥，虽然开始合作，但双方小算盘打得啪啪响。你不信我，我本来也不信你，互相用命做人质，还要装情侣，这多像职场上表面合作，暗地掐腰。观众们也分成两大阵营，一边质疑是不是又是那种虐恋不止的套路，另一边力挺这就是高能反转，天天都爽翻天。而剧里打打杀杀背后的官场斗争、家国存亡，把感情线和权谋线搅在一锅炖，真正体现了人性复杂。傅一笑一句47边牙印，横冲直撞，凤随哥也不是吃素的，能在城门口绞杀朝臣，不信任到骨子里。这反映的还是信任与背叛的社会老话题。生活中的分歧与难解，有多少人不是活在合作又护航的真实世界呢？咋说呢？高寒女主中气十足，一笑随哥算是给面了。剧情爽快，节奏紧凑，打戏连贯，演员气场全开，观众都急着点赞李沁，觉得她终于不像以前仓鼠女主，只会左晃右晃的仙女下凡。本编导要问句，你们是不是特吃这种红衣暴走女将军？要我说，导演朱瑞斌这回总算没给咱整花里胡哨的滤镜，李沁也是一改往日柔弱，火力全开。但反观感情线，天天挂嘴边的过往恩怨一笔勾销，可是真能一笔勾销？
看着两个主角互打互宠，合影都带点犯罪现场味，网友都在问甜是真甜，虐也是真虐，咱这是爱情剧还是江湖破案？万一后面又软了，会不会被喷背叛女主气质？可以说一笑随歌目前还没完全爆雷，但悬疑劲道已经够大，加上历史爽感和 CP 互虐模式，值得一追。看了这么猛的女主，你是喜欢李沁这一款英姿飒爽飒到巷口都能拎麻袋的女将军，还是念念不忘那些温柔似水，只会在战场涂脂抹粉演打戏的小仙女？你会投身暴走女主粉，还是觉得演多了女将军就没新鲜劲，天下套路都差不多？女将军到底还能有多少种打开方式？能否一直带着东北风，火力全开的爽翻内娱？评论区交给你，别憋着了，咱整点猛料。